我们的族群是口述传递，没有文字记载啊，不然就是用记的。你脑袋要可以记得那么多吗？不可能。后来老人家就用画的方式嘛，用刻画的方式来表示这个东西是什么。我们现在在研究他们过去的这个图文，我想说，那我如果现在这个年代，我自创一个新的图文，而且是这个图文是这个年代的生活，现在的社会的一些发生，那可能100年后的人也会研究这个图文。100年前它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有一个名字叫尔赛做了这些图文？我们想到这个现在的社会，现在的生活，就是我们人会越来越渺小，感觉上我们生活的地方会越来越渺小，然后安全的地方也越来越渺小。我觉得是自己攻击自己吧，是因为我们社会，我们的科技都进步了，我们往往会忘了进步之后的后面的一些问题，会有一些反面的东西会忘记。我们人总是会这样子嘛，就是等到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，你才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不能这样子做。但是你等到你讲说不能做的时候，就是来不及的事情。平地也有一些什么禁地嘛，或是不能去的地方。那山上更多这种东西啊，就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，我不能去啊，绝对不能去，跟不能去是不一样哦。绝对不能去是绝对会发生事情，不能去是看你要不要去。搞不好不会发生，搞不好会发生啊！我觉得那是来自于大自然的力量，那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用医学或是科学去做断定说啊，这个一定是怎么样。所以把这个东西画出来的话，把那个想象弄成一张画，哦，也许那个变化就会不一样了。也可以告诉族人，可以告诉年轻人，这种东西不能小看，其实它是非常强大的一种力量。所以我就开始去做这个细菌啊，或是像这个植物的话也有想象以后的植物，那是因为地球环境被破坏之后，会有一些基因突变，然后会长出新的东西出来。其实这些新的东西是不是都会带来很多的毒性？虽然它是芒果，明明你就知道它是芒果，但是我想有可能哪一年哪一个年代，这个芒果不能吃，我们只能称它是芒果，但是你不能吃。画图文变成是我的病啊，就是只要看到纸张，然后拿到笔就会，你叫我坐下来，我可能可以坐一整天，就在那边就可以画好几张啊。有一些东西是来自于的生活里面，或是来自于过去的故事，或是现在正在发生的，或是未来会去想象的这些东西，然后去做一些很多的图文，这样。